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分析过统一和独立的逻辑，然后有网友就回复说，统一会更强大。统一会更强大这种说法，可以说是支持统一的统派人士，也包括小粉红、蓝丝等他们的核心理论依据。但统一真的会更强大吗？今天借助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来谈一下很多人对统一的理解误区，同时探讨中国如何才能走出几千年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的循环。这一期节目立志于在各个方面完美的反驳大一统思想，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什么是统一呢？先从字面上开始分析。统一在语法上存在着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， A 统一 B 和 B 统一 A 是相反的意思，并不是像支持统一的人解释的那样，跟合并联合一样的双方是平等的关系。合并与联合是基于双方的共同意愿。在语言的使用上，统一更接近于吞并和侵略，被统一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，是利益受损害的一方。所以从字面上讲，统一就是披着华丽外衣的侵略，从历史上讲也是如此。侵略者总是借用这个外衣，以统治之名行侵略之实。秦朝统一六国，实则就是对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，全国人口损失2/3。蒙古帝国统一欧亚大陆，屠杀南宋军民2000多万。有学者估计，整个蒙古扩张屠杀欧亚人口高达2亿人。希特勒发动战争也是以统一欧洲作为口号。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也是以统一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名义。所以说，喊了70年的武统就是一个伪命题，因为统一就是侵略，哪还分什么武统、文统？被统一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，是利益受损害的一方。即使是没有发生战争，那也是被统一的一方面对侵略者选择的投降而已。从历史上看，每一次的统一背后都是血流成河、生灵涂炭。不管是对统一的一方还是被统一的一方的人民来讲，统一都是一场劫难。统一只是统治者的游戏，比如 A 统一了 B， 在这4个利益集团中， A 的统治者、A 的人民、B 的统治者、B 的人民之中，只有 A 的统治者是获利的。所以说，支持统一的人，请你先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高看了自己。明明是个太监，却操着皇帝的心。如果你是统治阶级，那我无话可说，我理解你的立场。但如果你也是被统治阶级，当战争发生时是要当炮灰而不是当指挥，那你这不是犯贱吗？在我们刚才说的例子里面， A 统一了 B， 统一只对 A 的统治者有利，而对于 AB 这个整体来讲，甚至都不是零和游戏，而是负数，因为双方都付出了代价。所以统一并不会让统一之后的整体变得更强大，只是让 A 的统治者权力变得更大而已。 AB 的双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，统一之后作为胜利者的 A 必然会想方设法在 B 那里得到加倍的补偿，来作为投资的一种回报。比如蒙古在统一南宋之后，蒙古人也付出了代价，所以汉人被列为第3等和第4等国民，实际上则沦为奴隶，可以被买卖和赏赐。杀死一个汉人只需要缴纳1头毛驴的钱就可以了。蒙元帝国幅员辽阔，作为世界上出现的最大的国家，是大一统的最佳诠释。在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和教育之下，蒙元帝国自然而然的也就得到了现在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的崇拜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如果你在统一别人的一方，作为被统治者替统治者操心叫犯贱，那如果你是被统一的被统治者，替统一你的统治者操心，就像现在你作为汉人的韭菜去崇拜蒙古的镰刀，那这不是贱上加贱吗？蒙古人里的被统治者就已经是炮灰了，你一个汉人作为被统一的被统治者，双重被动，那不是比炮灰还炮灰吗？从哪里来的自豪感呢？接着这个逻辑去讲，统一之后获胜的一方自然需要从被统一的一方取得补偿，也就是被统一的一方从一开始就是有反抗意识的，所以在统一之后需要维持高压统治，这种高压统治就需要高昂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去维持。随着王朝的衰退，高压统治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，最终导致统一走向分裂。分裂之后，发展相对强大的国家的统治者又会想去征服周边国家，通过训练出一批替统治者操心的炮灰，再次完成统一。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，
也就有了古人云：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而不管是分还是合，每一次都是尸骨铺满中华大地，成就了只是所谓的统治者的光辉时代。即便是这个时候，有人还是会说，统一还是比分裂好，因为分裂的时候战乱不断。首先，在各自为政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大家有大一统的思想，怎么会有战争？所以分裂的时候的战争，恰恰是想要统一造成的，而不应该归咎于分裂。另一方面，在逻辑上讲，肯定是先有统一才会有分裂的呀。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分散的，最初也没有国的概念。所以说，中华大地上的分分合合的纷争，都是由大一统思想造成的。即便是承认这一点，但有些人可能还会这么认为，把分分合合的过程定义为代价，这些代价是为了大一统时期的繁荣。首先呢，说这种话的人很大可能会成为这种代价，却自我抬高，把自己标榜为上帝。但即使是站在上帝视角，这种观点也是讲不通的。不管是从历史上来看，还是从当前的世界来看，一个国家的强大，特别是人民的生活水平，和国土面积大小完全没有正比的关系，反而有一点成反比。在普遍认同的主流朝代当中，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，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、文化、教育最繁荣的时代，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峰。用现在的术语讲，就是人均 GDP 和人民的生活指数都是最高的。但宋朝却是历代王朝中疆域最小的。从传统观念上讲，宋朝并没有完成统一，而相反的，作为大一统的最佳诠释，蒙元帝国在疆域上比任何朝代都要大上好几倍。但实际上，元朝是历史的倒退。有些学者认为，元朝让中国倒退到了农奴时代。如果说统一会更好，那对于宋朝来讲，是不是牺牲掉国家拥有的一切，去统一辽国、金国、西夏、大理等，会让宋朝更强大还是衰落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再来看一下当今的世界，各国的人均收入、社会福利和幸福指数排名等等，排在最前面的都是小国家。所以，所谓的统一会更强大的说法，单纯是让统治者的权力变大，对国家来讲并没有变大，对人民来讲更不会变得更好。一个国家扩张了领土，人民的收入不会增加，人民的生活压力不会减少，反而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差。因为在统治者统一和扩张的过程中，所需要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需要从人民那里索取。就拿统一台湾来讲，国内很多替皇帝操心的太监们主张统一，即使你有幸没能成为炮灰，即使统一台湾能打赢，台湾人均收入是大陆的3倍，社会福利也好过大陆很多。统一之后，不代表你的收入就水涨船高，反而因为统一台湾所付出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要分摊给你一份，羊毛终归出在羊身上。统一是统治者的游戏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所要传播的核心思想。所以说，支持大一统的国家，也就是说明这个国家代表的是专制统治者的利益，而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。比如朝鲜和韩国，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国家韩国就没有想要统一朝鲜的强烈意愿，反而是整个国家只有一个胖子的朝鲜，穷兵黩武，不顾人民生活疾苦，发展军备，时刻准备着统一朝鲜半岛，动不动就要发射导弹威胁。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将近一半的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，广大的中西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却要每年花几千亿美金发展军事，时刻准备打仗，叫嚣统一台湾，甚至是要消灭美军，毁灭全球。因为统一是统治者的游戏，所以当一个国家民主程度越高，越能代表大多数人利益，而不是统治者利益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就会越远离大一统思想，越不愿意发动和参与战争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民主是世界和平的良方与解药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我们解释了非暴力运动的意义和英雄史观。网友峰哥和 CY 琛说，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网友 OMC 说，看中共的维稳就知道人民的反抗程度是很高的。我们在之前讲过，中共的维稳费的支出都超过了军费，包括武警、公安、城管，还有网络的维稳、五毛、网警、国保等等，再加上特殊地区新疆、西藏等维稳队伍，
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才能维持的。就像我们本期讲到的，统一就是侵略，统一之后就必须需要高压维稳统治，随着王朝的衰退，这种高压维稳统治就越来越难以维持。就像今年中共各地政府报告财政收入减少了1/3，随着中共政府的慢慢衰退，维稳就会出问题。很多人反对我之前的说法，包括网友 Run1 在内的很多人都说，中共掌握着很多维稳工具，上街就会有人抓，网络也有人管。我一直说现在还没有到爆发的时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能拿现在的情况来反驳我未来的预测。等未来中共的维稳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不光是人民上街没人管，中共的维稳机构都会上街。就在前几天，广东茂名的城管都上街维权了，维稳机构出了问题，那就只能出动军队了。可是以后谁又能说得准军人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证呢？网友世宇洲说，共产党害死了那么多中国人， Klaus 现在推荐的做法就是中共的群众路线，这样和邪恶的中共有什么区别？还会导致另一个邪恶政党上台。网友的说法简单说就是共产党的邪恶是群众路线导致的，批判中共不要走到了极端，凡是跟中共沾边的都是错的。中共的群众路线也是基于人民史观，承认历史是人民推动的，这一点是正确的。不能因为中共是邪恶的，那凡是跟中共有关的都是邪恶的，跟中共沾边的通通都要打倒批判。如果是这样，反而是你变成了中共，在中共倒台之后，你是不是也会跟中共全面打倒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样，来一个文化大革命，全社会挖出跟中共有关的东西批斗呢？网友小吕吕说，斩首行动让我想到了袁世凯一挂掉，中国各地军阀就出来了。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过的，没有人民推动的话，即便是中共倒了，除非有外部势力干预，不然中国也可能会出现地方割据的局面。地方割据势力又有大一统思想，那么必然会陷入战乱。如果中共倒台了，人民缺乏政治素养，没有民主意识，不会上街抗议成立民选政府，那手上有权力的人自然就会取而代之，成为新的中共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教育的意义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